上回书说到，湘北与陵南激战结束，以神奈川县第2名的成绩拿到了全国大赛的参赛权。樱木经过安西教练为期1周的秘密特训后，成功掌握了投篮技巧。比赛前夕，晴子发现樱木的 AJ6 已经被穿漏了，于是拉着樱木去买新鞋，还是同一个店铺，还是同一个老板。鞋店老板看到樱木后，差点哭了出来。好汉身后有好汉，英雄身后是英雄，大概是英雄之间的惺惺相惜。老板送给樱木一双黑红经典配色的劲传 AJ1，樱木的全国大赛之旅开始了。这天早上，晴子来到学校，突然听到篮球馆传来拍球的声音。晴子很惊奇，湘北篮球队明明已经去往全国大赛的路上了，是什么人还在篮球馆呢？晴子拉开篮球馆的大门，看到杨平独自一个人在玩篮球。晴子突然对杨平说：“谢谢你们。”杨平愣了一下，晴子说：“因为你们几个一直在陪着训练，樱木他才能完成2万个投篮。”杨平笑了笑：“以你来看，樱木顺利成长了吗？”晴子说：“顺利的吓人，一般人都像每站都停着电车，而樱木给人的感觉好像新干线，让人羡慕。如今的樱木真的如最初晴子期待的那样，果然他看中的这个男人没有看走眼。”此时，在通向广岛的新干线上，湘北篮球队聚在一起，正对着一本篮球杂志惊叫。这本篮球杂志刊登了全国大赛的比赛顺序。湘北惊愕地发现，他们第一场面对的是大阪的丰裕高中，如果打败丰裕，他们接下来就要面对山王工业和爱河学院的双重追杀。丰裕没什么要紧，前篇也看到了，在大阪的选拔赛上被大荣学院打到哭，只能说实力不相上下。以湘北的实力，打丰裕不在话下。要命的是，那个秋田的山王工业，那可是去年全国大赛的冠军，而且也是前年的冠军，大前年的冠军，全国大赛3连冠，那是湘北篮球队从来没碰到过的真正王者级的选手。而爱河学院则是全国4强之一，与海南大实力相当。湘北的众人傻了，天啦噜，我们被分到了高手云集、战况最激烈的一组了。安西教练偷偷溜去上厕所，才子叫住小胖子，问道：“教练，为什么事先不告诉他们呢？”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湘北队不知道自己的对战顺序，因为安西教练故意向他们隐瞒了。安西教练说，只是不想让他们有多余压力，也不希望他们逞强。这种时刻，与其花时间去考虑对手，不如多磨练自己的实力。才子表示，我竟无言以对。比起没见过面的山王工业，樱木更在意的是明鹏工业的那个爱挂篮筐的憨憨森重宽。这时，一个扎着辫子的家伙突然拦住四眼哥，语气嚣张地说：“把车票拿出来。”突如其来的状况让大家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马尾辫看了四眼哥的车票，嘀嘀咕咕地说道：“新横滨到广岛。”等一下，你们只提到了山王和爱河，老子听了很不顺耳。你们认为丰裕是一支不入流的队伍吗？此人正是丰裕那个著名的漫画家岸本，丰裕第一嘴炮王，曾经当着向田研一的面疯狂贬低仙道和陵南高中，结果在选拔赛上被大荣的土屋纯打得哭爹喊娘，差点崩溃。果然，小角色都比较爱装逼。丰裕的教练远远地训斥岸本，让他立即住手，并亲自跑过来道歉。岸本一脸屌样，为什么跟他们道歉？是他们侮辱我们。工程压着火气说道：“丰裕笨蛋，我们根本没把你们放在眼里。”岸本冷笑一声：“不知死活的小鬼，好好看看手上那本书吧。”大家低头仔细看了一眼，惊得瞪大了眼睛。山王工业的综合评分是2A， 丰裕的评分是 A， 而湘北只有 C。也就是说，在外界来看，至少从杂技编写者的角度来看，湘北与丰裕根本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。岸本转身离开，嘴里还碎碎念：“一群井底之蛙，还妄想和山王打。”坐在旁边的樱木突然伸出一只脚，将这个嘴巴很臭的装逼王绊倒在地。如果是搁往常，这小子恐怕早就被樱木打翻在地了。岸本跳起来，怒不可遏，抓住樱木的脑袋就要动手。丰裕教练怒斥岸本，藤井闻声赶来，眼看事情越闹越大，岸本才不服不忿地放开樱木，用力退了一口。樱木笑着说道：“喂，马尾巴，你按我头的事儿我不会忘记的。”看来湘北第一战与丰裕的对决必是一场血雨腥风。日本高中篮球界有3个影响力非常大的比赛，分别是夏季的全国大赛、秋季国体以及冬季的选拔赛。日本高中每年4月份开学，每年有3个假期，这就衍生出了高中篮球界的3大赛事。其中夏季的全国大赛是每年规模最大的比赛，也是最能给高中篮球界无上荣耀的比赛。送走了岸本这个瘟神，湘北一路没再遇到什么精神病，一路顺利的到达了广岛。参加了大赛前的宣誓仪式后，就是自由活动了。在这边，湘北遇到了老对手海南大附属，阿木走上来，略带怜惜的说道：“可怜啊，居然和山王和爱河一组。”一边的青田信长差点笑出声。湘北结束了，流川枫啊，看来没机会和你交手了。流川枫冷冷的回应道：“反正都要打败他们，只是时间早晚的事儿。”赤木接着说：“没错，为了称霸全国，不管对手是谁，我们都会予以痛宰。”
樱木上前直接给了青田一个头锤，算是打招呼了。赤木站在阿木面前，底气十足，决赛见吧木。这时候，那个精神不太好的岸本又走了过来，挑衅道：“你们还真想跟海南打决赛啊？想什么呢？阿木啊，听说预赛时湘北让你们吃足了苦头，海南怎么这么逊呀？看来全国4强有一个角已经崩塌了。”所有人都安静了，用关爱弱智的眼神看着岸本表演。阿木一脸狐疑地说道：“你小子谁呀？”樱木和青田哈哈大笑，少见的一致对外，站在统一战线上嘲讽岸本。樱木笑道：“大叔，你问得好，这小子叫马尾巴。”青田笑道：“你想跟阿木队长耍嘴皮子，还早了10年啊！”岸本黑着一张脸，风雨其他队员走上来，撸胳膊挽袖子要动手。樱木一看要打架，来了精神，这不是关公面前舞大刀，找死吗？就在双方火花对撞的时候，赤木一声怒吼：“都给我住手，别做无谓的争吵！”风雨队长挤过人群，劝岸本不要找麻烦。阿木来到流川枫身边，低声说道：“那就是风雨的队长南烈，这个人你要小心。”南烈看向赤木说道：“谁比较强，明天见真章。”赤木，我们篮球选手无论输赢都要打得毫无悔恨。此时风雨这个傻大个故意撞了宫城一下，低头讽刺道：“哎呀，看不到你啊！”宫城也不是好惹的，冲着傻大个说道：“你呀，赶紧去买车票吧，明天就要回去了不是？你个蠢蛋，明天就宰得你哇哇叫。”晚上，大家各自怀着心事休息。樱木特意给晴子打去电话，红着脸说：“晴子，明天我一定会为了你全力以赴的。”木木挨个房间提醒大家，第二天就是比赛了，早点休息。流川枫早早的就睡过去了。三井还在纠结杂志上的评级，这他妈是谁打的分？凭什么海南是 A， 我们是 C， 而风玉也是 A？ 那个风玉水平有那么高？赤木拄着脸一直望着窗外，突然问道：“三井，你在国中比赛时会紧张吗？”三井说：“多少有点吧。”赤木说道：“我第一次这样，全身抖个不停。”赤木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紧张的心情，躺不下睡不着，于是起身出去夜跑。三井感叹：“连他都会紧张吗？”木木说道：“这也难怪，因为这次是他从小就一直向往的全国舞台。”第二天一早，湘北篮球队准时到旅馆外集合。赤木因为紧张一直蹲厕所，樱木调侃赤木是不是因为拉太多冲不下去了。今天是全国大赛第一场，虽然是第一场，但是大会采取的是淘汰制度，一旦失败就得打道回府了。木木暗下决心，绝对不在今天隐退。就在大家准备赶往比赛现场的时候，工作人员跑过来喊住湘北，声称有电话找他们，另外还有一份传真。赤木疑惑地接起电话，那边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，是林的1年级的那个狗仔向田研一。研一这小子很够意思，将自己打探到的关于风玉的情报以传真的方式传给湘北。他告诉赤木，这是一份可以信赖的情报，多少对你们会有点帮助，我希望你们会赢。一想到岸本那个精神病放肆贬低仙道和陵南，研一就气不打一处，要是你们湘北输了，绝不轻饶。可惜的是，陵南不会到现场观看湘北的比赛，为了下次对决能打败湘北，陵南正在加紧练习当中。研一憋足一口气，对着电话大喊一声：“加油，湘北！”好家伙，这一嗓子差点给赤木的耳膜干穿了。安西教练呵呵笑了几声：“好了，诸位，我们走。”比赛现场，比赛还没有开始，风雨的野兽啦啦队就已经开始嘶吼了，搞得现场气氛像杀猪一样恐怖。不幸的是，特意来个三井加油助威的湘北不良少年德南等人做错了阵营，坐到了风雨高中的地盘。德南这个没头脑的家伙好像不怕死，举着大旗喊道：“湘北加油！”周围风雨高中的人齐刷刷的投来恶浪凝视，若不是德南等人跑得快，当然就要把他们手撕了。比赛开始前的几十分钟，双方队员在休息室内做最后的战术布局。风雨从头到尾就没把湘北放在眼里，每个人都是一副懒洋洋的样子。教练一再提醒大家，虽然湘北是个籍籍无名的队伍，但是能让海南陷入苦战，应该是有什么潜能，不可轻视。队长南烈粗略地扫了一眼关于湘北的情报，说道：“湘北的得分王居然是个1年级的，叫什么流川枫？好吧，比赛开始就由我来打这个流川枫。”湘北这边，赤木在认真地布置大家的位置，跳球由自己来完成，自己有信心能抢到球。第一轮攻击重任交给流川枫。当然，樱木是不服气的。木木提醒樱木不忘初心，好好展示你的集训成果。三井对评级的事情还在耿耿于怀，拿着杂志去找安西教练。你看看教练，他们把湘北评为了 C 级了。安西教练呵呵笑了笑，很好，很好，这样不是很轻松吗？反正大部分人都想不到我们会赢。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比赛结束就知道这个评级对不对了。我们来让所有人知道这个评级根本不对。安西教练几句话激起了众人的斗志。众人齐声高喊：“湘北必胜，打倒风玉！”